大家好，我是田大爷，乌河有乡龙河村的地摊风水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职业见闻，以及讨论各类冷门罕见的问题，并用我的经验和思维来帮大家一起分析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关注。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将用我的玄学脑洞为大家不负责任的分析一番。今天是我们风水起源的最后一篇，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人文风水以及道德的起源。上回我们简单的介绍过上古社会寻找地中的事件，无论是寻找地中还是做建筑规划，都要参考太阳的升落、天体的运动轨迹。这种寻求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方式，虽然推动它求中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人文理念，但我们勉强还是可以把它算作地理风水。一般人理解地理风水，就是指谁谁谁得了一块风水宝地，葬进去了或者住进去了，然后因为这块地的风水好，这个风水产生的力量使这家人子孙后代都飞黄腾达了，也就是好的地理风水旺了这家人。那什么是人文风水呢？如果用坊间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福人居福地。我们还是例举几位代表，依然是帝舜。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竹书宝训里，周文王对武王讲述关于舜耕力求中的故事吗？舜找得地中之后，并不是立刻马上就得到天子位了，后面文王还说了一句话，叫身资备。什么是身资备？除了要懂得天文历数、观象授时，周文王认为舜是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天子呢？司马迁在史记上说，舜耕历山时，只要他所到的地方都得到了大治，因为他的贤德，人们都愿意追随在他的身边。然后我们还知道24孝第一篇就是舜孝感动天的故事。礼记系统篇里对于备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两个字：信和孝。而信与孝是同一种意涵，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周文王看来，舜的身上具足了成为一个天子应有的优良德行，而这种德行就是信和孝。为什么是信和孝呢？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孝呢？信和孝这种观念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最强调孝顺长辈，这是一个古老的美德，古老到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了。孔子也最强调信和孝，忠臣事君，孝子事亲。孔子的几名学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因材施教，所以给他们的回答都不同。但是孔子对于孝的观察，在对待3年之丧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一些来。因为小孩出生后要3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过世后，对父母守丧3年，来呼应这种亲子之间的自然联系。这是孔子从自然生理到人伦心理的细腻观察。孔子的态度显然是出于一种人文理念，这种理念也不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礼，周礼的思想观念也是有传承的，再往上一路推，又回到上古社会了。而我们上回讲过，上古社会的人文和天文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现在你应该也猜到了，信孝这个人文理念8成又是从天上来的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古人认识天地之中的过程吗？地上的人王奉天为祖，构建了天地与天子的从属观念。那么如何来表示天子与天地之间的特殊关系和联系呢？还是那个最原始最朴素的观念，时间。古人是在认识时空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天的原始信仰。天象的变化对应着物候的变化，而物候变化背后反映的就是时间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至上之神天地就是古人将时间规律神格化的产物，天与时便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平时才会说天时，而不说地时、人时。周易的乾卦象征的是事物内部发展的动力，也是鼓动万物生发的阳气，是无形不见的，它的表现就是万物刚健不息的运动，这就是时间的表现。所以乾卦的象正是天，乾为天。古人在观象授时过程中产生了另一项重要的认识，天不言而信。指导农时耕作的星象与人们并无约守，却总是如期而至，而人们只要按照正确的天时进行生产，往往能享有丰收。因此古人认为时间有诚信不欺、信守时约、不言而信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就是天所展现出来的德能。这就是先秦竹书中信之道说的至信如实，必至而不竭。至高的诚信就像时间一样从不失约。既然天德如此，作为天子的人王自然要以天德为美，将信
作为立身所必备的德性。天子与天的联系就是建立在这样至高诚信的基础上的。天子每年祭天时都要祝告于天，诚实地向天作报告，说明自己在管理地上时的功过得失。这种人天之间的诚信对于出民而言是无比虔诚的。天子奉天为祖，所以祭天就等于在祭祖。天子过世后魂归于天，后人对他的祭祀就是祭祖。后世百姓在祖先灵位前忏悔和祭告的场景，就如出民在祭天时祝告于天一样。论语的为政篇里，鲁国的上卿孟义子曾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种生死如一，祭神如神在的态度，也正是孔子践行人神之性的典型表现。人与天神之间的诚信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作为君子德性修养的立身之本，成为最初的礼，早已在先民奉天为祖的时候就已经刻画在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中。所以周文王说：顺居中而治，具备了信和孝的美德，才有了成为天子的条件。那么周文王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德性的修养，兴上人文礼教呢？在上古时期，能够掌握天文、观象授时，是作为获取天命、受禅的必要条件。到了商朝末期，统治者无道，发生了周武革命，西伯侯姬昌自立为王，举起了讨周的大旗。但是商王朝从成汤开始统治天下已经600年，深入人心。周文王必须给出一个更为合理充分且符合当时天命观的理由来说服天下。周文王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商纣失信于天，没有治理好天下，使百姓困苦，秩序混乱，偏离了天道。天命并非是他主动求取，而是自己修德以待的结果。他的德性修养以及对天的诚信，获得了天的信任，最终天地受命于他，令其拨乱反正，恢复天下秩序。因此德性修养成为了西周时期最重要的人文价值理念，也成为了周礼精神的基础，为孔孟所沿袭。先秦儒家对于内心感受要保持真诚的理念，就是源出于此。说得好，求人得人，有何怨？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相信大家都见过，有很多地方有立碑记事的习惯。立碑以表诚信，为什么碑能表示诚信呢？就是因为碑在古代就是立于庭中观测日影的工具，和圭臬的意义是一样的。碑作为测量时间的工具，自然就有了象征时间诚信不欺的寓意。所以信和孝为什么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德性修养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出民们在认识时空过程中，从象征时间的天身上所学到的最早的天之美德。观望当今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信用度依旧是衡量一个人品质的重要指标。说到这里，让我又想起一件旧事儿。我年轻时在外游学，路过山城时，顺路去拜访一位道友。这位道友在当地颇有名望，非要一尽地主之谊，为避城中喧闹，特意引我去他经常光顾的一处偏僻又隐秘的郊野客店吃茶。道友正与我相谈甚欢时，忽然有了一阵喧闹，好像是来了些什么人，气势冲天。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个人冲着我们这边大声叫喊道：哟，大师，你也在啊？他旁边的人小声对他说：局长，我们要不要再换个地方？然后局长同志又大声喊道：哈哈，大师，你在这里，那这里的风水肯定很好，我们就在这儿吃。怎么，年纪大了，开始回忆往事了？又跑这儿偷懒？呱啦呱啦的讲一整天，也没见你挣几个散碎银子。你这个人呐，天天是无所事事，饭来张口，这种人也配成家？你就懂得吃饭，你这个废物！啊，我是废物。哎，现在的人在被迫适应着快节奏，把自己都当作消耗品了。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帮他们。你一摆地摊儿的，还关心起天下苍生来了？你先帮帮你自己吧。你碗洗了，地拖了，衣服晒好了，一天除了吹牛还会干啥？猪一样，一到干活，回个头的时间一下就不见了。赶紧给我起来干活去了。好好，马上。妈呀，比我姥姥还凶，看来我们得快一点了。好，那什么是人文风水呢？顺耕立山，立山之人皆让畔；于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这个故事里所表现的，
就是最典型的人文风水。当一个人的文德修养由内而外的彰显出来，教化了一方居民，影响了一方水土。地因人而旺，因德行所彰显的文明而兴旺，就是人文风水的基本内涵。关于风水的起源话题，到此我们简单的聊了3回。其实风水学作为相学的一门，体现的就是树由心生，相由心造的道理。心有所想，相有所现，而心是一身之主，是藏神之处，是感通天地的桥梁。所以风水展现出来的形状，是一个人所留下的时空痕迹，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痕迹，也是心中动静的痕迹。好了，未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和风水玄学有关的各种奇怪的问题。我依然完全不把我说过的话当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给你的胆量？逆天者亡。